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这一开场就把小烟点起来了，大家就知道本期主题一定非常的犀利。最近有很多人吐槽我的点呢，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说夏河，我不喜欢你了，因为你现在不够反共。我想反问大家一句话：反共得怎么反？反共是否得做到逢中必反？也就是反共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反共，是不是？就是任何客观存在的问题完全都不能解析，中国、中共、中国人这三样东西必须得是一无是处。只要你承认它的任何优点，哪怕是客观存在的，这都叫不反共。在你们的心里是不是就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们对于反共的标准是逢中必反，我很肯定的告诉你，请你现在取关，因为我根本做不到。我从来都不是任何人在网上豢养的电子狗。如果你曾经认为我应该是，那是我们彼此之间非常不美丽的一种误会。我从中国run到了海外，在这个 YouTube 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频道，目的只有一个：说实话，说我过去在中国不方便讲的实话，但前提是它得是真实的实话。而什么是实话呢？当然是以我的主观感受为主了。如果我每天都在揣摩你想听什么，而去说你想说的话，变成你的嘴替，请问那我说的还是实话吗？我承认，确实有非常多中国润出来的所谓反共大 V 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经过大数据的分析，来分析台湾人想听什么，海外的华人想听什么，知黑想听什么，然后他们就如法炮制，为你们定制各种各样的精神按摩产品。久而久之，就把很多海外用户惯出了一种习惯，就仿佛在海外骂中共、骂中国、骂中国人，最后到自我贬低，说自己是支那猪，这就是一种政治正确。如果有任何人最终没有走到这一步，他就是反共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反共，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很多海外观众的心理层次？我非常了解这个，但是我今天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做不到。至于你是要取关，是要骂我，是要把我说的话截图放在脆上，放到 Facebook， 放到 X 上，批判我是大外宣、中共投路人、粉红，收了中国的钱，您随便。我就很坦白地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这片神州大地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长大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那里有我的朋友，那里有我曾经爱过的很多人。我是否思念那里？我是否怀念那里？我是否午夜梦回的时候也曾魂牵梦萦回到中国？这是再朴素不过的一个人类情感，这有什么稀奇的吗？你不也一样吗？如果你已经把中国忘了，如果你对中国没有任何的感触或者是思念，你是怎么刷到我的呢？天天标榜自己已经融入了，你融入到哪儿了？如果你真的融入，你真的变成了一个黄皮白心的 ABC， 其实你不用天天混在简中圈里面。你看这些东西干嘛呀？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多大的关系，你应该感觉到无比的陌生，甚至听不懂才对。你之所以能够唇枪舌剑、废话连篇，还要污言秽语的送上，就代表中国在你心中十分重要。无论你走到哪儿，你其实都没有精神离开过中国，这就是一个客观陈述的事实，有什么好辩解的吗？真正的分手是什么？真正的分手是别人不提你都想不起来前任，而每天盯着前任的行踪，就盼着他过得不好。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还爱着，你走不出来。区别在于，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敢直面我的内心，我敢把实话讲出来，而你不敢。你以为每天自我贬低一下，歌颂一下所谓的民主，管自己叫支那猪，你就已经脱脂了？你做梦！你这种幼稚的行为，无非就是为了遮掩你内心的自卑。你何来的自卑？就是你在中国混得不好，你在国外混得更加的不好，于是乎你想通过一种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来遮羞。你的羞耻是什么？你的羞耻不过就是你在中国是根韭菜，你在国外实际上就是一个难民。你企图通过贬低中国、贬低中国人来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对吗？但是你每天的行动就恰恰证明了你此刻无论身在何处，并没有真正的容身之地。你真的渴望民主吗？你真的呼唤自由吗？你真的希望平等吗？
不，你从来都不需要这些。恰恰相反，你需要的是不平等，你需要的是人间惨剧，你需要的是一种诅咒和宣泄。每当你看到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在外网去表达一个非常朴实的生活和满足时，你立刻污言秽语。为什么？因为中国对你来说很重要，中国就像是你曾经低价抛售了的股票，而人家如今节节高涨，你受不了了。于是乎，你看到那些没有抛股票，股票反而升值的股民，你开始酸言酸语，你开始诅咒人家。你不能接受别人骄傲，你不能接受别人幸福和喜悦，你要随时随地用你那颗自卑的心，说着一些陈词滥调去打击别人，告诉别人你今天涨得再高，明天依旧会血亏，我就等着你赔钱的那一天。你这不是诅咒是什么？这跟民主和自由有关系吗？每天不懂装懂的趴在各种各样的评论区里面，告诉别人什么是民主，去嘲笑别人。你为什么生活在国外却没有换成一个民主的头脑呢？民主是什么？民主最大的可贵之处是它的包容，是可以让不同的生态共荣共存在一片土地上，并且和谐的相处，这叫民主。你所意淫的那个民主，无非就是低档人向高档人彻底屈服，直到掩盖自己的底色，让别人看不出来你曾经是谁。这叫民主吗？这不恰恰是你嘴里最反对的独裁思维吗？你从来都不痛恨独裁，你之所以反对独裁，你反对的是独裁的权利，为什么从来不掌握在你的手上，对不对？我平时都不愿意揭穿你们，因为我觉得人间不拆，因为我始终相信所有的海外华人在海外生活的并不容易，没有归属感。你是海外华人，我也是海外华人，你在我面前秀什么优越呀？你在有钱人面前你装他妈什么大个儿啊？你那套所谓的民主优越，你糊弄那种刚刚学会翻墙的中国大学生，勉勉强强。大多数海外华人在海外过的什么日子，你当我不知道是吗？我不喜欢用物质去嘲讽别人，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法拉盛搬砖抠脚的日子，如果真的很难熬，甭羞臊，攒一张廉价机票的钱，滚回中国，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真的不丢脸。人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怎么舒服怎么来，没必要跟自己较劲。但如果你也清楚，中国早就已经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没有你这种人的容身之地。不是党容不下你，而是那个极度内卷的社会，你这点本事根本就不够用。你可以留下来，留下来踏踏实实的当一头黄皮牛马，不要老刷手机看中国的新闻。因为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同胞，他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然后你的心里会特别的难受。把手机放下，走出你那廉价的出租屋，到隔壁唐人街的小饭馆去吃一碗重庆麻辣小面儿，安抚一下你的思乡之情。不好意思，我把很多海外华人的真实现状给戳破了。都说人间不拆，我也不想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这话如果没人说的话，这帮孙子还天天在网上装什么华尔街精英呢？你他妈要真是华尔街精英的话，你跟中国那得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你至于每天这么有空吗？说到我的政治立场，有很多人经常怀疑我，你是不是大外宣呢？你是不是潜藏在海外的中国特务啊？实际上你骨子里是不是就是一个五毛啊？你是不是反习不反共啊？这些话都打哪儿学的？都跟台湾的青鸟学的是吧？这不都是他们典型的网络话术吗？每天测验各种人的忠诚，在美国的网站上测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台湾人是否忠诚。谁给他们的脸？他们哪儿来的这种资格？共产党动不动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人家还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呢。谁允许青鸟黑熊动不动就跨境执法考验别人忠诚啊？你有什么？你凭什么？东风61洲际弹道导弹你有吗？核子潜舰你有吗？你有，但潜不下去，还长了青春痘，花了500多亿，全世界的大笑柄。收买人心，你有钱吗？你要是有钱，不用打赏我们这些反贼，
把你那断壁颓垣的老路修一修，把那些破旧的房子改善改善，给那些受堰塞湖灾情冲击的灾民捐一点钱，让他们重建家园。什么他妈本钱都没有，动不动就到网上考验这个人是不是真反共，那个人是不是真反共。真反共假反共跟你有啥关系啊？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跟中国有了矛盾，那是我跟中共之间的事情，你管得着吗？换句话说，你管得了吗？你以为网上有那么几十口子长期靠吃你们流量为生的精神按摩师，我们大陆人就都是臭要饭的是吗？还动不动就跑到我的评论区里来威胁我，我退追了，不再给你贡献流量了。你给不给我流量能怎么着啊？就你那仨瓜俩枣的流量，你不给我，我就养不起帅哥了是吗？我还就搞不起同性恋了是吗？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理智的人想问我一个问题：夏荷，那你凭啥就这么自信呢？你腰杆怎么就这么硬呢？你为什么想一出是一出，从来就不怕得罪粉丝呢？我非常坦白地告诉你，我从小就是一个自信爆棚的人。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完美，但是我的原生家庭给了我很大的自信。我的母亲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但是她是一个知识女性，她给了我一个非常良好的教育，我很感谢她，尽管她并没有陪伴我的成长。我的父亲不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但是他通过他勤劳致富的双手和聪明的努力，打拼出了一个不错的家庭环境，给我创造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足够我自信。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地歌颂过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甚至我说过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也让全中国人第一次吃饱穿暖。也许有人说，即便在改革开放如此恢宏的40年里面，中国还是有很多穷人，没错，但是中国人确实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物质生活的提升和普惠。你懂什么叫做普惠吗？普惠就是有能力的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而那些没有能力质朴的农民也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过得比昨天的日子更富裕。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好处和改善，这就叫做普惠。而做这件事情的人叫做邓小平。聪明的人可能发现了一点，这么多年我做的所有节目，我骂的人都叫习近平，但我从来没有提及过邓小平。我为什么不提邓小平呢？因为邓小平是我这一生最崇拜的人，就是我最讨厌的人和我最崇拜的人，他俩是一个党的，你能理解吗？我崇拜邓小平这件事情可不是什么秘密，你不用当成一个什么秘辛截图下来一说啊，他原来崇拜邓小平，他早就是一个粉红。我崇拜邓小平在中国那可是有历史的，我每一年都会去至少一次深圳。去深圳干嘛呢？去邓小平在莲花山的雕像下面合这样一张影，来表达我对这位历史巨擘的缅怀与感恩。这两本书是同一本书，叫做《邓小平时代》，是我过去在香港买的。这本我打开已经拜读多年，而这一本我始终舍不得打开，保持它的塑料封皮，为了就是珍藏。我知道有很多对于邓小平一知半解的人，提到他的名字，第一个反应就是8964。8964充满了极大的争议，我个人对于这场学生运动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解读角度，甚至我也认识很多参与过8964的人。至于说我个人到底对8964是怎样解读的，改天有空我单独做一期节目。我今天就反问大家一句话，即便8964是邓小平执政生涯里面的一颗污点，那么邓小平改革开放普惠中华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可以否定它？我崇拜这个人跟他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仅仅是站在历史的苍穹去俯瞰神州大地。无论是秦王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古代各种各样的君王都曾经对着苍茫的大地说过一句话，我要让我的人民吃饱穿暖。可是有人做到过吗？无一人做到过。真正解决了这个东方大国吃饭问题的第一人，他叫邓小平。说到这儿，就可以完美的解释我年轻的时候不能解释的那个话题：你为什么崇拜邓小平？因为他让14亿同胞终于有了饭吃，有了创造，有了致富的机会。
这并不是一种慕强。如果慕强，我应该崇拜毛泽东；如果慕强，我应该崇拜现在的习近平，因为从军事实力和独裁的角度来讲，他们更强。而我独崇拜邓小平，是因为我的内心深处希望神州大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日子越过越好。这也就是反映到了今天我没有办法逢中必反的原因。我承认中国有很多的问题，我这3年的时间里面做了多少去批判现实中国存在的问题，我毫不留情，甚至非常犀利，甚至有的时候我回看自己过去做的节目，我都感觉到好过激呀。但是当我听到中国确实有一些发展和进步的时候，而且这种发展和进步让很多老百姓受益的时候，我是打心眼里的为他们高兴。我有勇气去批判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我有勇气去揭露中国任何的弊端和黑暗真相。但是我的快乐源泉从来不是靠贬低中国和贬低中国人获得的，我没有那么自卑，甚至我可以自信地承认，我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每个人其实都是，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罢了。但是我承认，我希望中国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走向更加完美的社会制度。但是我本人是深深爱着中国的。而在海外中文这个扭曲变态的社会，一个中国人爱着神州大地，去期盼他的同胞过上好日子，居然变成了一种耻辱，居然变成了一种抹红的污名化的帽子。这是言论自由吗？在墙内你只有歌颂领袖的自由，你没有批判社会的自由；在墙外，你只有辱骂中国的自由，你没有客观论述的自由。请问，一个在互联网上的长城防火墙和一个刻在脑子里的长城防火墙，哪个更难拆除呢？很多对中国社会一知半解的人经常有一个思想的误区，就是既得利益者一定得是那些官宦子弟。我不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做过大官。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中国北方钢铁厂的厂长。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很多北方的钢铁厂不复存在了。我的父亲有2种选择，一种呢是继续留在仕途上发展，进到一些厅局单位从头做起；另一种选择是从此离开体制，下海经商，自谋生路。而我父亲选择了后者，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生意人、倒爷儿。那他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他的生意的主营项目之一是给当时北方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商提供建材和木材，而北京就是他比较深耕的一个城市。他在北京给非常多的大型基建提供了一些建材和木材，其中就包括了北京机场。因为我对我父亲的事业毫不关心，我从小到大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我根本不关心我父亲的酸甜苦辣，我也不关心他的人生有多么的艰难，我只关心他到底能不能这个月给我拿钱。所以他到底干过什么，我不甚了解，我只是依稀的记得，好像是北京哪一个航站楼当时重新改建的时候，那些所有的木材和木地板就是他提供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型商人。到了千禧年之后，他的生意渐渐就不行了，因为千禧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所有过去靠关系、靠人脉、靠喝酒能够维系的生意就都不复存在了。坦白说，他也就被淘汰了。淘汰了以后，他干嘛呢？就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小生意，你也可以说他就在吃老本。但是即便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吃老本了，但他对我依旧慷慨。慷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父亲，比如说今天去收一些所谓的一些烂账，终于要回来40万，我父亲可以就留1万块钱，39万马上给我拿走，然后我花几个月就败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我父亲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养育我这样一个败家子儿，是因为父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既得利益者。虽然他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但是他也和诸多改革开放下海经商的普通商人一样，改变了他的家庭或者是家族的生活水平。那么有了父亲的养育之恩作为一种基石，也就奠定了我后面的网络生涯。大家都知道，我一生没有上过班，也没有打过工，所以才会养成这样的性格。
追求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可以限制我。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反骨仔。我15岁出柜，18岁开始就经常趴在网吧，匿名在各种论坛里面写一些帖子，去抨击社会制度，表达对于这个体制的不满。当时我身边就有非常多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个社会不满呢？因为这社会好像亏欠了很多人，他也没有亏欠到你，你为什么对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怨言？为什么你对中共体制的怨言甚至比很多劳动阶级都要夸张？因为我是一个在云端成长的人，我其实对于民间的很多疾苦是何不食肉糜的。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愤青，我没有办法理解农民需要怎样的土地改革，我没有办法理解工人阶级需要在一个怎样稳定的环境里面获得社会福利和保障。我更不知道中共这套官员体制它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就像很多读了一点点散书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愤青一样，对这个国家就是不满不满再不满。我认为这片土地虽然已经在发展了，虽然每天都在日新月异，高楼拔地起，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在稳步提升，但是它和我意淫的那个民主社会自由制度还是不一样。可为什么当我年少时写出这种漏洞百出的文章，却有那么多人给我转发、点赞、留言、评论呢？因为这个社会像我一样无知的人很多很多，我可以吸引他们，并不是靠我的才华，而是靠我的无知。就像今天很多反共博主可以大批量的吸引青鸟黑熊一样，他不是靠才华，而是靠无知。讽刺的是什么？20年前的中国就玩这套，而今天的海外反贼还在玩这套。中国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世界都已经改变成什么样子了？唯一不变的是反贼的陈词滥调。还有很多人提出一个看似犀利，实际上非常无聊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既然你还承认中国有一些地方是好的，那你为什么搬来日本呢？这话听起来很犀利哈，好像能把我怼住。实际上你想想，这话它有逻辑吗？我来日本能等于中国一无是处吗？那如果有一天我从日本搬去韩国了，那就等于日本一无是处吗？你搬去哪里生活只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人生选择而已，这不能等同于国家主义的彻底否定，对吗？我都说了不下10000次了，我不是一个从小到大就崇洋媚外，从小到大就奢望移民的人。我20几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去法国留学，我不去了，理由很简单，我不喜欢法国，我决定留在北京享受生活。我30岁的时候做电商，变成了中国电商的代表人物，一度被誉为阿里的亲儿子。就在那个淘宝店刚刚崛起，互联网粉丝经济的那个时代，我有很多朋友都在办理美国的绿卡或者是移民等等等等，他们就跟我说，哎呀，你现在挣了钱了，我给你也办一个吧。我说不要，因为我不喜欢美国。美国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去了美国之后发现这片土地它并不适合我。美国有非常多的优点，我承认，但它不适合我，这总可以了吧？就像我买了一辈子的名牌，但是我从来不买爱马仕。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觉得爱马仕真的很难看，它值不值钱跟我没关系，因为它太难看了，你送我也不会用的。我不喜欢仅仅代表我个人的取向，并不代表爱马仕一无是处，这个道理懂不懂？我以为这个道理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居然不懂。我在日本拿长期的在留身份是2016年，我在日本买房子是2015年，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不存在于在中国混不下去了逃往日本的，只是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就很喜欢日本，于是乎就在这边置业拿了身份而已。这只是我的一个备选。那这个备选什么时候变成了我真正深耕的主场了呢？是疫情期间。3年疫情期间让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往期节目已经解释过了，那个社会当时的环境让我喘不过气。2022年4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了上海的那个黑色4月，
我觉得我所有的底线全部被冲垮了。于是乎，在5月份的时候，我举家搬迁来到了日本，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我对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满，我对于他的连任终生制不满，我对于他疫情的清零政策极度不满。但是我对他的不满不代表我对中国不满，更不代表我对中国人有什么怨恨。能听得懂这个原理吗？我认为它很简单。基于这个原理，我对中国的批判一定是有选择性的，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对，我会毫不吝啬、非常勇敢地把它说出来。但是如果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不错，我一定会给他一个大大的赞。我不玩二极管。之所以很多人觉得我非常的不对劲，是因为在海外这样一个扭曲的中文圈里面，二极管是一种政治正确，每个人必须二极管，而说实话的人反而变成了一种另类。但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为什么今天我要顶着骂声海摆实话说出来呢？我在中国要受网信办的管制，不能胡说八道。于是乎，我来到了国外。到了国外之后，我还要受各种脑残的管制，得去迎合他们每天骂中国，骂自己是支那人，讨好他们。那我图什么呀？如果图流量的话，我干嘛来到这种地方呢？这个平台的中文圈才有几个流量啊？我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网红，群众基础还蛮好的。如果我不能说实话，把嘴闭上，我在中国我卖课行不行？我继续做我的化妆品带货行不行？我有10000种方式，赚的绝对比今天多，但是我放弃了。那我图什么呢？图言论自由。结果你们现在给我拉出一个条条框框，告诉我说你不能言论自由，你必须逢中必反，否则我就抹红你，就中共同路人。那你抹红我好了，我是不介意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啊，特别怕戴那顶红帽子。只要别人说他是大外宣，他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姿态，反反复复地向底下的网友证明我可不是大外宣。你看，我不但贬低中共，我还能贬低我自己呢。我这中心婊子够好了吧？在我身上，你一辈子都看不着这种场面，因为我连中国那个根基雄厚的大市场都有勇气放弃。海外中文圈这点塞牙缝的苍蝇腿，我是看不上的。我也喜欢钱，我也缺钱，可惜呀，这个地方能给我贡献的钱实在是太少了。我舔你们干嘛呢？我舔你们1个月下来，请问够我买这套衣服的吗？我觉得都不准能够啊。于是乎，我选择我谁都不舔，我就他妈说实话，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只有一个收获，就是嘴爽，行不行？不用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什么中共特工啊、大外宣呐。真的，您抬举我了，您这不是贬低我，您这是捧咖呢。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丧家之犬、残兵败将都是什么水准呢？要青春没青春，要实力没实力，有俩糟钱也快霍霍完了。中共把我们收编了，意义何在呀？要给我们养老啊！中国有海量大学毕业生，那里面什么人才没有啊？中共真想做这件事情，他不去培养那些更有潜力的新生力军，管我们这些老帮菜干嘛呀？我们都是一些黄土埋了半截身，马上就要死的人了，他发展我们有意义吗？你可以不喜欢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你不能贬低中共的品味。你当中共是民进党啊？什么他妈下三滥的网红都往被窝里拽。我们想当大外宣，我们够资格吗？中共今天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甩开膀子跟美国直接正面硬刚 PK 的国家，只有这么一个呀。中共可以让2个月之前的一个普通的政治素人工作者郑丽文女士，2个月之后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新晋党主席。她有这个实力和宣传管道，她还用得着搭理我们这些昨日黄花吗？但不管她怎么看我，或者她压根都没看过我，都不影响我对中国的评价是要追求客观的。如果你希望听到一个中国人游历了世界之后发出的真实感想和思想变化，那么这里也许有你收获的东西。如果你把我当成一个爽文，指着我逢中必反，去按摩你的精神穴位，对不起，您趁早取关，您压根儿都走错地方了。
所有此刻身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活的兄弟姐妹、大叔大妈们，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就被改革开放和时代红利以及我爹惯坏了的人。我特别的矫情，我受不了一点的委屈，甚至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为什么会这么任性？这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我有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的灵魂抽离自己的身体，来旁观那个往昔的我。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是外人，我真想上去给夏荷两个大嘴巴，可惜我就是夏荷，我舍不得抽自己，毕竟我这脸还要呢。我非常清楚，我自己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够顶尖的人，但我之所以在中国过上过那么多年的好日子，仅仅是因为时代的风口把我这头猪曾经吹上过天。我敢臭不要脸地说，我曾经是时代的幸运儿，你也可以理解为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那个互联网崛起、电商兴起、淘宝需要人才的那个时代，我是不可能发财的。我不怀念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对于我来说就像中了一次幸运的彩票。我中过已经足够的幸运了，但是我不能这一辈子指望彩票活着。我很感恩那个时代，让原本有点平凡的我拥有了一些不太平凡的生活资源。比如说，我可以到海外来生活，我有权利去选择国家、选择土地、选择我的房产和我的生活形态。我的底气是什么？我的底气是改革开放的某些时代让我挣到过钱。虽然有很多人说咱赚到的钱也不是贪污的钱，不都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赚来的吗？是的，我的钱都是我卖化妆品一瓶一瓶赚出来的。可这是什么高难度的事情吗？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觉得这是什么高难度的事情吗？谁不会干呢？口才好的人多的是，长得比我好看的人大有人在，而且还比我年轻呢。那么为什么我吃了10几年淘宝的红利呢？因为我幸运，我的幸运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片神州大地上的。咱做人得讲点良心。我可以否定中国社会制度有非常多的漏洞和不足，但是这不影响我承认他也给过我一些东西，对吗？这两者之间它并不矛盾。如果我真的那么有本事，为什么我的幸运不能在其他的土地上发生呢？如果我真的那么有本事的话，为什么到了直播时代，人家李佳琦们兴起的时候，阿里巴巴也就把我淘汰了呢？这足以证明一个时代、一方土地成就一类人。过去中国的粉红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不能吃饭又砸锅。我一直觉得这句话特别的愚昧。我们吃饭不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吗？我们也没吃党费呀。但是现在我们想想，我们冷静的想一想，你吃没吃中国这碗饭吧？你就是吃了，而且你吃的还挺饱。你坐在日本，每天废话连篇的巴巴的指点江山，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大的房子？你哪来的钱一辆又一辆的豪华车的换？你哪来的钱养那么多中日韩3国的20岁的鲜肉？你都哪来的钱？你的钱不都是过去在中国挣的吗？咱把实话说出来，只是对于自己人生脚步的勇敢面对，这跟粉红不粉红有什么关系吗？在外国生活这么多年，对于很多普通华人的生活现状，我比谁不了解呀？你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天天跟20岁的人混在一起的人，普通人的困境难道我不知道吗？我比你们更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看在眼里啊。是中国的打工人是牛马，生活不容易，压力很大。但是我就问你，日本的打工人他是不是牛马？我前几天去东京还见了很多朋友，我就帮他们算了一笔账，他们也自己跟我拉出了自己平时消费的清单，他们自己也是感慨万千。是在这儿基础工资可能比中国稍微高一些，在中国1万这儿也能赚1.5万，在中国1.5万这儿可能能赚2万，但是你知道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吗？一个月10万日币，5000块钱租的那个房子只有14平，行李箱只能放下1个2个都放不下。还有很多人根本租不起市里的房子，跑到埼玉跑到千叶去居住，每天往返的车辆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日本的地铁是相当昂贵的。
在日本坐地铁相当于中国打车，在日本打车相当于中国打飞机。说到一个细节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感触。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一种水果叫秦王葡萄，很大很甜。那个水果呢，在日本属于贵族水果，因为一小盒啊，就那么一小串，就要2000日币，就是100块钱人民币。过去汇率高的时候，相当于100几十块。普通人啊，平时不敢买，偶尔吃一吃。但是他们跟我说，最近他们回国，发现中国通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把这个秦王葡萄培育的和日本一模一样，口感根本没有区别，而1斤只需要人民币15块钱。在中国，所有的打工人都吃得起秦王葡萄。他们平时在日本生活，虽然表面是一个高级白领，实际上连饭店都不敢经常去，因为消费太高。他们就去超市买菜，他们就告诉我，中国人真的蔬菜自由了。每次回中国探亲的时候，猛吃蔬菜，猛吃水果。为什么？因为在日本，你买一根葱就要10几块钱，你买一头蒜可能就要10几块钱，你买几个西兰花炒一盘菜就要50、60块钱人民币，而在中国只需要1/5甚至1/10的价格。所以他们也很迷惘。他们说，东京塔也好，六本木也好，固然繁华，但这都不是他们的。而每天算着地铁票，算着高铁票，算着超市里的菜价，这才是他们繁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他们感觉中国人还要比自己轻松一些，所以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敢面对自己的选择。这么朴素的例子，它就是事实，而这种事实在海外的中文圈你不能讲，你讲了你就是中共同路人，你讲了你就是支那猪，然后就跟你抬杠。中国再好，你有选票吗？可悲吗？可笑吗？是否比粉红还粉红，比网信办还网信办？我们中国人确实应该醒悟，确实应该学会反思和独立思考，没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必要整天自我贬低来迎合谁独特的变态口味儿？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记住，未来有任何人去跟你讨论政治问题，大家可以求同存异，畅所欲言。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未来把政治问题给转换成种族歧视问题，你甭跟他废话，你直接抽他大嘴巴。只要一个人万事立场先行，他就跟自由民主和独立思考没有屁毛关系，他就是慕强。你想跟慕强的人讲道理，那只是对牛弹琴。慕强者不需要道理，慕强者只需要你改变他对强者的重新认识。今天说完这些林林总总，一吐为快，我相信本频道在过去几年积攒的那个观众缘，也就是被我彻底的败光了。但是没有关系，从明天开始，我做的每一期节目都把它当成一个崭新的频道，从零开始。我不会删除过去我的任何视频。第一，我说的问题它依然健在，只是我今天观测它的角度不同了，因为地球是圆的。第二，即便我过去的很多言论预言错了，啪啪打脸了，我也就把它摆在那儿，因为这就是每一个自然人应有的成长轨迹。随着历史的迁移和人类的成长，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反之，一旦站队，就玩什么忠心耿耿、忠诚测验，这才恰恰暴露了这些人心底那份自卑的奴性。